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1月10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川普阵营全面反击，形势出现转变。那么情况是这样啊，我们大体上把这个当前的形势总结一下，然后我们再一条一条的把新闻铺排出来啊。先说形势。川普阵营开始反击啊，反击当然第一个就是昨天发生的这个，川普更换了国防部长啊，更换国防部长当然是一个政治宣示啊，一方面是向外传达一个信息，我们会继续努力，继续执政啊，继续坚持，不会放弃，同时呢，调整内部的组织，让自己的内部组织更加团结，应该是这个方向。那么另外呢，就是共和党开始内部整合，支持川普开始进行抗争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司法部长开始行动啊，司法部长开始行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啊。那么第四个，川普利用这个疫苗的面世，那么开始在疫情方面进行一个反击啊，因为疫情对川普一直是不利的啊，一直不利。那么民主党一直在利用疫情来攻击川普，那么川普利用疫苗的面世来进行一个反击啊，那么就是说，如果我们之前没有做出大量的准备工作，疫苗是不可能诞生的啊。川普，你看这2天的这个复读机又开始复读了啊。那么今天川普就发了两个推特啊，一个推特就是我们正在取得巨大的进步啊，结果下周就会开始出现，让美国再次伟大，我们会胜利啊，发2个推特啊。那么大体上的形势是这样啊。那么拜登阵营呢，现在就开始准备什么呢？准备过渡期啊，开始准备过渡期啊，然后开始准备内阁啊。那么有传言说这个拜登准备让这个奥巴马做驻英大使啊，这个说法是个传言啊，不知道有没有实现啊。那么在整个的对抗过程当中，虽然川普处于一个下风啊，但是川普处于攻势。那么这个拜登属于上风，那么目前拜登属于守势啊，大体形势就是一个这样的形势啊。我们来讲讲新闻是怎么发生的啊？司法部长巴尔11月9号授权联邦检察官对这个投票违规的问题展开调查啊。那么巴尔给这个联邦检察官的备忘录是这么说的，他说如果违规明显存在，然后并且可信，而且可能会影响选举结果，就可以展开调查。那么过往呢，司法部一般在这个选举结果确定之前不会公布他的调查。那么但是呢，巴尔说，他说现在投票已经结束了，司法调查对这个选举的影响基本上已经没有太大的影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调查不需要等我批准，你们直接就可以开始。如果现在不开始进行调查的话，那么违规就没办法得到纠正啊。那么司法部的官员也证实啊，司法部正在对内华达州的指控展开调查。目前从计票结果来看啊，拜登在几个关键的战场州啊，战场州就是那几个非常激烈竞争的州，叫战场州啊，基本上都是几万票的领先优势啊，大概是这样啊。巴尔呢，这里面有个细节，巴尔昨天下午去了国会啊，国会山啊，见了谁呢？
见了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麦康奈尔是共和党非常重量级的人物啊。那么他基本上作为多数党领袖来说呢，他在共和党内部有很大的影响力啊。他去国会山去了麦克纳尔的办公室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迹象啊。麦克纳尔就出来跟大家说啊，说了几点。他其实是在麦克纳尔是在参议院的这个大选后的第一次参议院的会议啊，参议院院会，他在发言中讲了几点。第一点，完全支持川普总统的这个调查啊，就是关于选举当中违规的指控的这个司法程序啊，他完全支持。他说他也没有承认，他也没有确认拜登的这个胜选啊，他也没有向拜登祝贺啊。这个12分钟的演讲，他这么说：他显然目前还没有任何州的选举结果获得认证，我们至少有1到2个州已经展开重新计票的工作。我相信总统可能会在至少5个州进行法律挑战啊，就是对这个选举过程进行法律挑战。他这么说，他重申所有合法选票都必须清点，任何非法选票都不应该清点，所有过程都必须透明或者在各方可监督的情况下进行，法院会处理所有的争议。显然川普总统采取的这个把所有的争议放到司法途径上来解决，得到了共和党内部的认可，这也是共和党最后选择支持川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那么我觉得我之前讲啊，那么川普在星期六啊发表的那番声明非常关键也非常重要啊。他这个声明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他会把这个他对选举舞弊的现象的问题放到司法程序上来解决。那他不会，也就是说他在建制内解决分歧、解决问题，这是共和党最终选择支持川普的一个核心的原因啊。那么到目前为止，有4个共和党的参议员对拜登表示公开的祝贺，分别是罗姆尼啊，罗姆尼也是个重量级的人物啊，一个是罗姆尼，一个是阿拉斯加的议员，叫这个 Murkowski 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内布拉斯加州的这个萨斯参议员，还有一个是缅因州柯林斯也是个重量级的人物啊，就2个重量级的人物，一个是罗姆尼，一个是柯林斯啊。那么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主席出来说，他说如果我们还是控制的参议院的话，那我就会提出来对这个针对邮寄选票进行调查啊，就邮寄选票的问题进行调查。参议院的情报委员会代理主席卢比奥啊，就是中共最恨的那个人，星期六也在推特上表示支持川普的这个司法诉讼啊，大概是这样。也就是你可以看到很清楚，共和党内部开始整合起来，然后支持川普的这个抗争啊，这是第一个，这是个非常重要的进展。第一个进展当然是巴尔开始进行，大家知道联邦检察官要是开始工作的话，对这件事情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因为他真的可以搞清楚真相是什么。因为你要知道，仅仅是靠川普团队去收集证据啊，他没有公权力，实际上是有困难的啊，有困难。如果真的有明显的证据或者是清晰的情况的存在的话，联邦检察官要是进行调查，他会有更高的效率啊，得出结论到底有没有问题啊。这其实
在目前这个阶段，无论是对共和党还是对这个民主党，其实把问题讲清楚、搞明白，不是对共和党有利，也不是对民主党有利，对整个双方都是有利的。其实搞清楚这件事情，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因为对民主党来说，他认为他是清白的啊，但是他的清白也要有证明啊，所以联邦检察官的介入，其实无论对共和党和对民主党来说都是有利，当然对美国是有利的。所以我认为巴尔的这个决定非常正确啊，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偏帮共和党的一个行动啊，因为的确是选举已经投票已经结束了。司法部、联邦检察官介入这个调查，本来行政中立这个原则是很清晰的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啊。那么联邦检察官的介入，加上这个共和党的支持，那么这个形势开始发生一些重大的转变。那么川普阵营它是这样。这一周会提出4到5个诉讼，总共现在川普阵营提出的诉讼已经达到10宗啊，10个诉讼。那么有几个胜选，但是呢，过之前的这个诉讼有几个获得了胜利啊，但是多数被法官驳回，而且之前的大部分的诉讼都涉及到什么？涉及到计票，没有涉及到舞弊。那么我相信川普总统说的这个很多结果会在下周发生，我估计跟这个有关系，就是说可能下一阶段的诉讼可能就涉及到舞弊啊，因为涉及到舞弊的诉讼需要更完整、更复杂的证据，所以没那么容易，也没那么快啊，所以这是一个啊。川普总统的顾问叫米勒在昨天的福克斯的电视上说，他们会争取在12月8号之前完成所有的这个重新计票和司法诉讼啊。那么12月8号其实时间不长的了啊，1个月都不到啊。那么现在川普阵营聚焦在哪里？聚焦在宾夕法尼亚州。宾夕法尼亚州上周六就是因为宾夕法尼亚州他们的拜登得票领先了 0.5个百分点，就4万票，然后传统媒体主流媒体就把这个票寄到拜登名下，那么也就认为拜登胜选，宣布拜登胜选。这是宾夕法尼亚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州啊。那么川普团队昨天呢，就在宾夕法尼亚州提出一个诉讼，阻止州务卿核准选举结果。大家知道，州务卿一核准选举结果，那么这个选举就完成了啊。那么如果州务卿宾夕法尼亚州宣布选举结果，那么川普团队就会非常的被动啊。那么现在我刚才看到这个乔治亚州推特上有人说乔治亚州完成点票，川普以0.37%险胜。我没有看到新闻，有网友看到了告诉我一声啊，能不能在上面说一嘴啊？那么现在的形势是这样，亚利桑那州、北卡、乔治亚州，如果乔治亚州已经确定的话，加上阿拉斯加州这4个州总共45票，这45票如果川普能够拿下，因为其实这4个州基本上都是共和党州那是红州，那么有机会翻盘的可能性是有的，而且比较大如果这4个州翻盘，前提是这个时候必须翻盘。这4个州翻完盘之后，川普总统如果再拿下宾夕法尼亚州，他才有可能胜选。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川普也就是说亚利桑那、北卡、乔治亚州、阿拉斯加加上宾夕法尼亚州这5个州的票，川普总统必须全部拿下，他才能够连任。有没有机会？
有机会，但是难度非常高。为什么？其中有一样东西，就是宾夕法尼亚州的差距有点大，40000票啊，40000票是差距有点大。你像威斯康星跟密歇根州翻盘的可能性大吗？翻盘可能性不太大，就传统的这种民主党的州翻盘可能性比较小。宾夕法尼亚州现在变得非常的关键啊，非常关键。那么现在呢，联邦最高法院就有一个还没有宣判的诉讼，就是关于宾夕法尼亚州的这个截止日期啊。截止日期呢，之前就说这个之前的诉讼是4-4，维持了宾夕法尼亚州最高法院的判决，就允许他接收的这个选票延长3天啊，只要邮戳是选举当天就行。当时投那个票的时候呢，这个巴雷特还没有出任这个大法官。那么现在这个诉讼呢还在进行，就是还没有判。现在的问题是，到底最高法院、联邦最高法院会不会接受这个案，还是个问题。如果他不接受，那当然这个事儿就 forget it 啊。但如果他接受了，那有可能，也有可能出现转变啊，这是一个。就是说，宾夕法尼亚州基本上是川普阵营寸土必争的地方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其实现在进入了什么呢？进入一个司法大战、法律大战的一个这样的状态，是所有的东西都跟什么有关系？大部分最核心、最关键的东西都跟法律有关系啊，都跟法律有关系啊。那么我们这里讲几个啊，有2个关键时间节点，一个就是12月8号，一个就是12月14号。12月8号是什么？12月8号各个州有关选举结果，不管你有多少争议，都必须在12月8号之前完成啊。那么然后由州务卿核准选举结果。如果你这个时候没有得出结果，那么国会就不接受你的投票，所以这是12月8号是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就是说你在所有的州里面要提出来的各种诉讼都必须完成啊，这是第一个，包括计票，包括重新计票都必须在12月8号之前完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12月14号，12月14号就是各个州的选举人去投票，选总统投票，把票投出去啊。所以呢，总统选举前面呢就投票阶段，投票阶段之后呢就有2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各个州的计票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选举人团、选举人计票阶段，这2个阶段。那么根据联邦法律，就是各个州必须在12月8号完成这个确认这个各个州的选举得胜者，12月8号必须民主党胜还是共和党胜，必须得出结果，然后根据选举人的这个制度，选出什么呢？选出选举人团。那么超过这个时间，国会不再接受他们的投票结果，不再接受他们选举人的投票结果。然后选举人团在12月第2个星期3之后的第1个星期1进行开会，就是12月14号，然后一人一票一人一票，一票投给总统，一票投给副总统。那么最后最先达到270票的人就这个当选总统。所以12月14号其实是确认这个当选的一个关键日期啊，因为那个时候你就可以确认了啊，你在此之前其实是不能确认的啊。那么当然，我还是那句话，提前确认只有一个情况下可以提前确认，就是另外一方宣布我失败了，我已经败选了，你胜了
那这个时候已经可以确认，因为没有人会在不明显的结果下他宣布失败啊。那么大概是这样啊。然后就是1月6号呢，国会在当地时间下午1点钟开会，统计选举人的投票结果。然后国会讲的是众院跟参院联席会议，谁主持？副总统主持啊。然后宣布就是把这个票合计一合，谁当选，当场宣布谁当选啊。那么所以如果从法律程序来说啊，那么真正的结果就是明年1月6号，明年1月6号才是出法律结果啊，由国会正式宣布啊。那么1月20号总统当选。那么现在其实有几个翻盘的例子啊，一个翻盘的例子是1948年就是杜威对杜鲁门啊，两位杜兄啊竞选。芝加哥论坛报宣布杜威胜选，结果杜鲁门以不到1%的差距翻盘啊。1960年肯尼迪对尼克松啊，大选当晚 CBS、ABC 宣布尼克松胜选，最后肯尼迪翻盘。2000年大家都知道都记得啊，戈尔对小布什啊。那么大选当晚 NBC、CBS、ABC、CNN 都预测戈尔会赢，然后呢这个最后打一场官司布什赢啊，就是这样啊。这是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那么昨天的华盛顿邮报啊说，这个美国总务管理局GSA 拒绝确认拜登当选，而且不签署移交工作的这个信函啊。这件事情其实大家如果看清楚这件事情，就把刚才我讲的这个来龙去脉一摆就知道，其实美国总务局这么做没有错啊，没有错。但只不过呢，理论上来说呢，就是会被非议。但是总务局的全名叫 General Service Administration， 美国总务管理局啊。它是根据1963年的法律，它是决定总务局确认谁当选啊。就是说，所有的移交工作，就是总统的移交工作，必须是由总务局确认你当选了，然后移交工作才会开始。如果总务局不确认这一点，移交工作就不可以开始。移交工作开始之后，那拜登团队才能够得到资金，就是说他们的团队才能得到联邦政府的资金，这是第一个运转，你团队运转需要资金啊。然后整个联邦机构就向拜登团队开放，就是开始移交工作了。所以总务局其实是握着什么呢？联邦机构的大门钥匙，这是总务局的角色。这总务局其实它的任务很简单，就是联邦大楼全部是由总务局负责，它是一个服务机构，有点像物管公司啊。那么拜登团队呢就找总务局说，你要确认这个拜登当选，然后就开始移交工作。总务局局长说不行，现在还不可以。为什么？他这里是这么讲，他说权力移交事宜尚未确定。局长叫什么呢？局长叫 Emily Murphy 啊，他是根据宪法规定的程序，明确胜选人才能够启动过渡。然后总务局的发言人补充说，署长是根据总统过渡法，叫 Presidential Transition Act， 简称 PTA， 确认胜选者，联邦机构提供的服务才可以使用。然后在此之前呢，这个法律规定啊，拜登的过渡小组只能接受选前服务，比如说有限的办公空间啊、计算电脑啊、安全背景调查等等啊。所以其实我刚才讲过，如果在法律上确认程序能够确认之前 ，PTA 啊，就是说GSA 他不确认对方当选呢，从法律上来说是没有错的啊。
那么一般情况来说啊，那么2个候选人，其中有个宣布我失败了，落败了，那么另外一个人确认当选，这个一般来说没有太大的问题啊。当如果双方有争议，而且非常接近的情况之下，这个 GSA 不确认对方，其实也是合理的啊，大概就是这样。那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大概就说到这里啊，总结一下2点。第一点，川普阵营开始反击啊，那么共和党内部开始整合支持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抗争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整个的政局现在从目前的形势来看，相对平稳啊，没有出现大的问题啊。虽然有人抗议啊，有人不满，但是总的政局是平稳的啊。就是说，川普阵营的抗争和拜登阵营的准备过渡都在有序的发生，都是在建制范围之内的发生。虽然有很多人在非议这个选举啊，但是我觉得从目前的形势来看，这个选举仍然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啊，虽然有不同的意见啊，好吧，今天的主题就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那我在这里讲一下评论，评论最近很热闹啊，有很多人去评论表达意见，我还是在这里要重申几点。第一点，请大家不要贴链接，贴链接没有任何意义，请大家不要再尝试啊，系统自动屏蔽啊。这是第一个，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去尝试啊，没有所有的链接都会屏蔽掉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的删帖会误中副车啊，为什么？因为实在是太多五毛了啊，所以如果我们有误中副车，把你帖子删了，告诉我，我们再补回去啊。那么这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不要进行人身攻击，所有涉及人身攻击的帖子都会被删掉，不要人身攻击，包括对我本人的人身攻击也都不要发生，发生了一定会被删掉。还有一些就是大家要知道五毛现在也进化的很快啊，但是五毛的一个明显的特征是什么？五毛的明显的特征就是搅浑水啊，就是搅和啊，所以我请大家呢也尽量的避免说反话，避免复制1000字贴过来，避免这种帖子啊，避免说反话，避免说风凉话啊，有观点你就事论事讲出来就好，讲你的观点，不要去反驳别人，这样很容易，因为五毛就是不断的打横炮，各种横炮乱打。为什么我们要消灭五毛？因为五毛就是来破坏我们的阵地，所以一定要消灭五毛。大家尽量的避免被怀疑成五毛啊，所以有话好好说啊，把你的观点陈述出来就行。OK， 我在这里特别讲一下这件事情，好吧？那么，如果我们有删错帖，我先跟大家道歉啊，这种事情会发生啊。好吗 ？OK， 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好吗？情绪大家可以表达，因为这2天还是有很多网友情绪不大好啊。那么大家可以表达一下，我们来大家互相支持一下，好吗？好，明谢。高喷塞，谢谢 Megan 王，谢谢。追求真相的人要保持信心啊。OK， 卡卡 LJ， 谢谢。10月天，谢谢啊。观点：这次大选，媒体想用压力迫川普自己认输，但对一个破产3次的人来说，手上有一半的票，他才不会认输，战斗到最后一刻。你少说了3次啊！观点：司法公正是最高的公正。世界上有很多不公平，
真相往往很复杂，但是美国的司法独立保证了一个公平的系统，最大的受益者是普通公民。反观这个中共的司法系统，那就是个吃人的机器啊。我们有一个基本常识啊，我经常讲，但是呢，经常被忽略啊。我们在肯定一个系统的时候，我们不是肯定系统发生的每一个动作，理解吗？就说我们讲美国的司法系统是可以信任的啊，并不是说每一个判案都是可以信任，不是说每个判案都是正确的。我们看过很多美国的电影，都讲的是司法的黑暗啊，司法有很多黑暗的地方。但是不管它有出现过多少错误，美国的司法系统仍然是可以值得信任。这是一个事情的两面啊，所以包括我讲的，就是说美国的媒体是可以信任啊，美国的媒体是第四权啊，它在尽力成为一个社会监督的角色，并不是说每一份报纸都是可信的，都是每一份报纸都是完成的每一篇新闻都是正当的，理解吗？所以我为什么要讲这个话？讲这个话的原因就是对付五毛，五毛就是现在就是要不断的攻击美国的各个领域，包括选举制度，包括媒体，包括社会公益等等，他一直在攻击这件事。五毛绝对不会放过这次机会，对五毛来说，这是天赐良机。通过攻击美国的每一个环节，获得什么利益？获得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利益。所以大家记住，我讲的这番话，不是我要去保护美国的个别媒体，不是的，我要保护的是美国的国体啊。所以我要在这里澄清一下，我并没有说某一份媒体它是好的，它的每一份报道都是对的，不是这样的，大家记住啊。所以请不要在讨论的时候再来提这样的问题，提这样的问题没有任何的意义，也不要来问我。我在这里也要重申一下啊，我不会在推特上面还有我们的评论区回答大家的问题，我只有一个地方回答大家的问题，就是在这里，就是在我们的聊天室，其他地方我都不回答，所以大家不必在那里问。当然我知道很多五毛利用提问来表达他想引导话题，我当然不会回答。所以大家不要以为我只是为了五毛只是拿来说个说辞，不是的，因为我看得比你们清楚，因为我面对五毛，大家没有面对五毛，原因是因为我们已经把它删掉了啊，好吗？观点：如果公平、公正、公开的选举，谁当选我没有异议，但是作弊真的很可恶。民主制度可以修正错误，相信美国会妥善解决。是的。提问：为什么民主党不出来表态，是否认审核舞弊行为？你怎么看蔡英文及时祝贺拜登的考虑基础？谢谢王老师。网友答：蔡英文作为一个民选总统，为了台湾美国盟国关系和顾及台湾人民的安全，无奈私下推特拜登也是为了保险，毕竟拜登先前也祝贺过他，这真的是用心良苦。他为了台湾人民，是位敢担当、敢负责的良心总统。民主党不出来表态认同审核这个舞弊行为，民主党当然他不会跑出来说我舞弊了，你来查我吧，他不会这么说啊。那么至于说民主党为什么不出来表态支持这个点票和查这个弊选，那么你是民主党，你一定会讲我不认为我们这次选举有舞弊现象，这是民主党的基本立场，所以他怎么会出来认同呢？所以民主党没有认为发生过大规模的舞弊现象，所以这就是民主党的立场，所以他为什么不出来就这个原因。至于蔡英文为什么会跑出来祝贺呢？
我觉得还是个判断，形势判断吧。就是说，对于蔡英文来说，他肯定他的团队判断，估计川普翻盘的可能性不大。那这个时候如果不去祝贺的话，拜登要是记仇，那我就麻烦了。我估计是这么个想法。但是现在的情况，从实际的情况来看，也的确如此。就是说，川普团队的机会有没有？有，但是机会大不大？机会老实讲不太大。你别忘了，我们刚才讲了，那4个州的票要全拿，拿完之后，宾夕法尼亚这个官司才有意义。如果那4个票有一个州，哪怕阿拉斯加没有拿到，他都没有，宾夕法尼亚这官司都甭打了。所以实际上大家要看到，川普总统的门槛是很高的，川普总统连任的门槛，从目前的形势来看，连任的这个门槛是很高的。所以蔡英文团队做出这样的判断，不算是一个不理性的选择这都是选择而已，没有，我不认为蔡英文在这件事情上他会靠边站，没什么靠边站。对蔡英文总统来说，他没有什么可选边站，就是谁当选我就站在谁边上，只是这个而已这个我觉得这是个判断问题，这个判断有错有对，有可能对了，有可能错了所以从现在来看，川普团队需要做的工作更多更难提问：请问王老师，法律上拜登还没有正式当选，西方主要国家却争先祝贺拜登当选，他是什么心态？算干涉美国大选吗？也不算。为什么？因为按照惯例，美国的主流媒体宣布谁当选，基本上谁都当选你算这么多总统，我刚才举了4个例子，这4个例子这么多年总共才4个例子，所以其实翻盘有可能，但是翻盘的可能性不大。所以其他国家在你媒体宣布他当选的时候发来贺电，其实是一个礼貌，没有什么不妥。我不觉得拜登会觉得他就因此当选了，我也不觉得，拜登也不会，拜登自己都讲得很清楚在1月20号之前我还不算总统，拜登自己发的推特讲得很清楚拜登自己也很明白，他现在还没有当选，那只是媒体说他当选，然后其他国家发来贺电，包括川普总统，我觉得他不一定会说觉得你们这些家伙他还没当选你就恭贺他，是不是造反？我觉得川普总统也不会这么看，我觉得这是一个礼貌，就是外交礼仪上的一个表态而已它并不代表一个国家的政策，所以我觉得中国人对这些行为都太敏感，就是当然我们生活在中国中国的很多的行为都有很严重的后果，但是其他国家并不是这样所以我不觉得大家需要在这件事情上太计较其实没有太大，这件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没有什么，大家只是拿出来打嘴炮的时候你多个炮弹而已，但是嘴炮的炮弹有什么用呢？真正的解决问题是哪里？法院观点：据说当年杜鲁门对蒋介石支持的对手怀恨在心，停止了美元，这是完全是这不 make sense 这不 make sense 我觉得美国最后放弃蒋介石有很多原因这不是主要原因，这肯定不是一个放到里面去的一个考虑的因素。我觉得美国当年对蒋介石的看法有一半来自什么？有一半来自中共的欺骗，就是说他们看得很清楚，蒋介石很腐败，整个蒋介石的政府国民政府当时腐败一塌糊涂，特别是这个接管这个日战区蒋介石的政府在接管日本占领区的过程当中迅速腐败，这件事情其实全世界都看得很清楚，包括蒋介石自己都看得很清楚。
蒋介石没有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阻止这件事情发生，这是他自己承担的政治后果。但是另外一半是什么？另外一半就是美国人，美国人对中共的这个判断是错误的啊！中共那好话说尽，他们参观延安那好话说尽，赔小心各种赔。中共的各种赔意味着什么？那就一定要把这个来的这个人搞定才行。那中共这个方面，蒋介石国民政府怎么比得上？所以真正决定性的是这两个东西，最后决定停止支援国民政府。当然，停止支援国民政府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美国又误判了什么？误判了苏联对中共的支援。他们没有想到苏联对中共支援是个这么个级别。在东北1000个车皮的武器装备直接交给林彪，所以林彪为什么那么能打？林彪能打，一个是苏联给的武器整个关东军的武器装备留给了这个东北联军，然后苏联再支援1000车皮的武器装备、武器弹药，然后再把大量的日本的基层军官编到他的东北联军里面去，所以东北的这个四野最厉害的，除了林彪的战略战术之外，其实四野最厉害的是连队非常的厉害，他33制这些都是日本兵，他的基本素养很高，这打仗靠的是这个啊，所以。国共战局的变化其实是有一系列的背景造成提问给你发邮件，你会看吗？会看的，我们会看你给我们的我们每天会收到大量的邮件啊，我们会看啊。观点：计票的那套设备是做票舞弊的关键，电子设备作弊太容易了，内行人都被玩残，电子卡、电子票、电子扫描仪。电子记录仪，哪样不是贼人之作 ？OK， 对，我们会看，但是不一定每一个会回复，我都必须讲一下啊，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做不到的事情啊，除非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我们才会回复观点：学生时代我考试作弊，然后被捉到记过，我作弊纯粹为了通过考试。而不是想在班上争第一名。事实上，班上第一名的同学考试是不用作弊的。如果作弊也能得第一，那第一名就没什么意义。这场大选还是告诉全世界，美国人愿不愿意接受舞弊？你说的是常识，没有人接受舞弊啊。接受舞弊肯定有其他的原因。观点：中共会不惜一切代价通过第5纵队来阻止川普翻盘，因为中共承受不起，也不一定。就是说，在选前有很多的观点说中共是喜欢拜登，不喜欢这个川普。你可以看中共的这个媒体啊，中共媒体现在就是挖苦川普，然后就是拍这个拜登的马屁但是这个我觉得不做得数的。如果他的想法那么容易告诉你，那工作就不好做了嘛，是不是？你说呢？所以我觉得现在去下判断，说中共愿意选川普还是愿意选拜登，我觉得为时尚早。就是说因为政策的制定没那么简单，或者政策的出台也没那么简单，甚至我觉得在这个时候你去判断拜登的选项都很困难。为什么？很多人去分析拜登的政治取向包括他是个民主党，包括他原来做副总统的行为，包括他在选举的时候说的一番话，来分析拜登未来当总统他会怎么做。这个其实不可靠。为什么？大家知道
当副总统也好，当候选人也好，他是没有权利的，权力握在手里，人就完全变了。大家要理解啊，就是做过领导干部的人跟没做过领导干部的人想的事情是不一样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你所处的环境是不一样的，所以美国的社会政治环境完全不一样。所以拜登作为一个非常有经验的这个政客啊，他做的上面去，他做的行为，你再用以前的这种言行来预判他的行为，我觉得不一定可靠。所以我不觉得中共会那么天真啊。民主党在美国选举，共产党可以在中国修改数据，这是可能发生的事。美国信用卡机构的数据被中国黑客修改过，本人就是受害者，信用卡公司只能赔点钱。那这种事情就太多了，就说跟受到这种黑客攻击的这种情况，就不知道怎么样了啊。现象，现在中共对美国的大选抹黑，已经全世界都看到了。德文媒体也都详细描述了中共官媒对美国大选的抹黑，很多。其实当大家都开始了解中共的时候，中共的这些伎俩就没用了。就是说，在今年之前，其实美国的媒体还是没搞懂啊。现在大家都懂了，呢，那种抹黑就会经常被拿来做故事，大家都能看到这些现象啊。观点：互联网加速了民主国家的选举囚徒效应，为了选举而选举，造成严重的浪费和执政束缚，忽略了系统的运行有效性，这是非常典型的中共逻辑。中共逻辑就是这样啊，囚徒效应啊，这个运行效率啊，正义比效率重要，正义比效率重要。如果你没有正义，那个效率都是来打击你的效率啊，你记住这一点就对了啊。观点：选举舞弊是对选举权的剥夺，大部分民主党人也是不会接受舞弊得来胜利的。主流媒体不报道舞弊证据，导致大部分美国人根本不相信舞弊的存在，这是主流媒体的败坏。相信这次事件之后，会有像 Newsmax 这样的媒体脱颖而出，还有像王老师这样的自媒体。我觉得媒体在这次选举中的表现，大家心中有数啊。那么到底你去看一下收视率，你就知道啊，收视率就是美国人的选择。美国人一点都不傻，美国人很有经验，很有政治经验的啊。观点：在美国司法运作中有两个环节我不太熟悉，一是证据链，另一个是程序正义。那个店主按照法律可以在90天后处置那个硬盘，他交给 FBI 是对的，但他私下复制后又给其他人，其他人又在没有得到当事人允许的情况下公开其内容，就涉及侵犯隐私和程序不正义。这就是为什么媒体不敢报道的原因。如果媒体报道了，就会有法律问题。朱利安尼的麻烦在后面，法官不管内容是否属实，一旦程序不正义，一律不采信。有一定的道理，这个话有一定的道理啊，但是这也不是事情的全部啊。观点：谁是美国总统很重要，但是胜利的正当性更重要。这次选举的问题一定要解决，分裂的美国需要正当性，可以让两边互相尊重，保持最低限度的容忍。非常对，非常对啊！就是说，正义其实是一个国家正当性的，或者是国家存续的一个基本条件。如果没有正当性，这个国家怎么存在？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川普总统提起诉讼啊，通过诉讼的方式来寻找他的公平啊，这个我觉得是应该得到支持啊。我觉得民主党人也会支持，他也需要清白啊，他也需要清白。提问：中国媒体说川普卸任后面临多个官司诉讼问题，川普卸任会有麻烦吗？我不知道，看有没有人告他了啊。提问：如果司法机构确认了民主党
舞弊的事实，拜登个人是否应该彻底丧失接任总统的资格？作弊的人还有资格参加游戏吗？这里面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刚才讲过，过去发生的诉讼基本上都是跟计票有关的诉讼。跟计票有关的诉讼呢，不涉及舞弊案。就是说，如果你这个票你觉得这个是对你计算不利啊，你要求更正，那么如果你胜选，法院宣布更正，那你就更正，你就原来你19万票本来是应该是你的，算到拜登那边了啊，那就算回你啊，川普又得回19万票，那可能改变选举结果。那这个没有谁要承担后果啊，它只是涉及到计票错误、计票违规等等问题。那么如果川普团队提出舞弊的诉讼案，那肯定有对象，那你就要讲是谁舞弊。如果这件诉讼对象是拜登，那么你败选以后，拜登就承担责任，他有可能羞愧下台，自己引咎辞职，我不当了，有可能是这样。那如果没有指向他为什么要承担后果？所以这个问题，而且如果你指控的是民主党有系统的舞弊啊，那这个难度是相当高啊，相当高。所以我本来是不答这个假设性的问题，但是我还是跟你说一下啊，就是这个官司到底是怎么样的官司，要讲清楚，他指控的对象到底是谁，谁为此付出代价，以此作为诉讼的目标的话，除非他直接指向的是拜登，那拜登可能胜选，他官司赢了，拜登胜选有污点。拜登如果自己对自己的羽毛很珍惜，他就我不接受这个任期，那就可能发生啊。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不会发生啊。观点：如果没有发现系统性漏洞，川普是翻不了盘的。如果翻盘，会打脸美国选举制度，美式民主也会变成世界笑话。有漏洞不一定是笑话，出入错，任何系统都会有漏洞啊。所以系统性的漏洞，其实所有的系统都是漏洞，所有的系统都有漏洞，而且一定会有漏洞，因为漏洞和安全性它是一个相对概念，没有绝对安全的系统。所以发现了漏洞就是打脸，美式民主成为笑话，那是上纲上线啊，小心啊！观点：由民主滑向独裁和混乱的国家比比皆是，民主的根基是国民素质和经济稳定性，不对，那不是国民素质，那是这个国家的基础是不是稳固，整个制度是不是稳固，设计完善，基础设施是不是完善啊？国民素质其实国民素质什么决定的？国民素质还是国体决定的。你看一下台湾，台湾跟中国大陆原来都是一样的发展水平啊。台湾甚至你想一下，然后最后台湾有了民主，大陆仍然是独裁统治，国民素质差别大吗？国民素质没那么大差别。所以国民素质不重要啊，经济稳定性，一说经济稳定性，那不是共产党更好吗？共产党挺稳定的，你看现在中共不是很稳定吗？所以我不觉得你说的对啊。观点：川普有点像国足，出现只存在理论的可能性，除了自己赢下比赛，还得对对手大比分输球。提问：王老师，川普的性格是会最终妥协，还是会坚持战斗？他是个不屈服的斗士吗？如果川普不妥协，那拜登会妥协吗？他们背后的利益相关者有哪些？他们会怎样影响这次选举结果？他们背后的利益相关者就是选民，在这场选举当中，他们背后的利益相关者只有一个，就是选民。那么这是第一个，所以没有其他的利益相关者。如果其他利益相关者是等他选举结果之后，会有利益相关者跑到他背后去啊。大家要搞清楚先后次序，因为是一人一票，你现在再有什么利益相关者都没有用，对这个选举没有影响啊。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川普会不会妥协？川普没得妥协。对川普来说，他没有妥协的空间。他一妥协，他就下台了，他下一任跟他没关系了。你说他会妥协？他不会妥协。拜登会不会妥协？拜登也不会妥协。这是场选举，选举没有妥协可言，一人一票，要么你赢，要么我赢。所以这件事情不存在妥协的空间啊。观点关于蔡英文，我再补充几个观点给大家参考。第一，蔡英文发贺电，它并不是一个正式的贺电。再来，蔡英文发贺电时，拜登说了什么？他说他要调整亚洲战略，他要建立72小时击沉全部中国海军的能力，他要重返 WHO， 他很多与台湾相关，所以蔡英文有不得不发文的压力。一来避免国民党押宝杜威，造成杜鲁门放弃台湾的状况发生；二来提醒拜登，台湾与美国有相同的价值观，对美国在亚洲利益重要性。OK， 不错啊，这观点挺好啊。观点建议以后两党各自用对方的开发的计票软件跑一遍选票，两个结果相同才上报选举中心。OK， 好吧。提问：肖若言先生今天提到1800年第4届美国总统选举，参考这个历史事件，他认为本次争议可能先由南希佩洛西作为代理总统，最终将由新的参议院与众议院选出，那么川普将获胜。1800年事件是否有参考价值？我扫了一眼，我没太研究，让我研究一下，我再来研究好吗？让我再看看肖先生的节目，看看他怎么说，我再来回应好不好啊？问题：相当多的一些民主党支持者用暴力表达抗议，但共和党支持者都是和平举着旗帜喊 USA， 唱国歌抗议。高院会不会为了保护社会稳定，决定此次选举舞弊调查？不会的。任何法院都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根据法律的要求来行事，不会因为外面有人唱歌就改变他的决策啊。观点：只有川普愿意在建制内进行上诉和反击，否则共和党的大佬也不会表示支持。非常正确。川普如果号召他的支持者上街游行，甚至号召人们拿起武器抗争，那么这些大佬不会站队支持。毕竟美国的立国之本还是宪法和制度，抛弃这个基础，川普就失去其挑战选举结果的正当性和合理性，非常正确。所以我说上个星期六川普的那个声明非常重要，也很关键啊。提问：大选期间墙内各大媒体头条都是报道拜登获得如何大的优势、获胜等新闻，请问 CCP 似乎更希望拜登上台。我刚才说过了，我不觉得是这样，不一定是这样，不是说他一定不是这样，也不一定是这样。中共媒体这么做只是在洗老百姓的脑子，他可能做了一些计算，觉得这么洗比较有利，所以就这么洗。他内心怎么想，他不会说出来的啊。观点：有很多事只有提前防范的时候，才能提前做出应对措施，事后再去找证据，大部分会很困难。尤其是美国的选举制度并没有设置很准确的人票对应，防止假票、重复计票等防范制度，而且无记名投票的模式在，选票离开信封之后就无法分清选票是谁的，而且他投票的真实意愿无法追溯。选举制度的建设法律条文需要完善，这属于宪政危机的范畴，非常正确。这次选举之后，美国应该好好的去检讨一下他的选举制度啊，选举制度。观点：中共对美国搞渗透绝对不会只渗透民主党，而是连同共和党、其他小党、大小媒体一起渗透。中共的目的不是洗脑某些群体，而是搞分化，制造纷争，激化仇恨，让美国人彼此之间不再信任。现在美国社会需要对话，如果无法对话，就制造对话的契机，用来应对中共制造出来的仇恨。非常正确，非常有见地，非常重要，这个非常好
啊，所以我想我们的网友非常有水平啊，这是很有价值的观点。提问：如果民主党出现集体舞弊，那他们面临最严厉的结果是什么？我不答。提问：假如有一个州证明民主党作弊了，我不答。观点：民主党试图走高福利、高税收的道路，我也不答，因为你们根本没有搞明白民主党的政策啊。3个我都不答。我们要搞清楚一个情况，就是我们要离开原有的我们在国内受到的这种教育的这种语境啊，一说民主党就是高福利、高税收，不一定的。你再去看一下民主党的政策，不一定，有是这样，有些是这样，有些不是这样啊。所以我为什么不读，并不是说民主党不会倾向于这样，民主党有倾向于高福利、高税收的倾向，但是你上来就讲它呢，说明什么？说明你已经标签了。那你已经标签了，你干嘛要讲结论？这个结论其实已经有，所以根本不需要讨论啊。观点：不管结果如何，看看那么多民主国家的领导人都发出对拜登的祝贺，中国、俄罗斯、朝鲜、伊朗、塔利班都不祝贺，这代表什么啊？另外，海外民运这一次高度与独裁国家站在同一战线，是个很大的看点。他们在海外反共多年，演变成为推翻美国的民主党，这是一个值得大家关注的热点。第一个，支持民主党也好，支持共和党也好，都不是支持中共。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就是有一股对海外民运抹黑的这种热潮啊，黑潮啊，这个黑潮一直在啊。海外民运有很多的问题啊，但是海外民运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是追求民主运动过程中的问题，它并没有变成中共的同路人。如果海外民运变成中共的同路人，那它就不具备海外民运的性质。你既然讲的是海外民主运动，那就它一定不是中共的同路人。所以大家一定要搞清楚问题的性质，这个性质很清楚。所以海外民运有问题，有毛病，但是他不论他们一个或者是所有他们各自的支持的对象，他只是作为美国的美国人或者在美国生活的人的一个政治态度而已啊。所以我完全不同意这样去抹黑海外民运啊，好吗？观点：拜登的政治行为较于川普本质上是取决于民意。拜登作为一个职业的政客，更会粉饰和包装。作为富二代的川普，个性是一把双刃剑，直截了当，我要这个结果，所以我要这样做。美国三权分立是立国之本，无论谁当选都颠覆不了美国的价值观，非常正确。这场选举并没有让美国变成一个网上讲的那么可怕的结果啊，我不这么看啊。提问：走向民主之后的国家如何保证类似中共这样的集权政治势力不再抬头？宣布共产党违法就行了，就是宣布他是违法的，不让他参选不就行了啊？他就永远没有机会了，不能给他机会。提问：路透社消息，华为剥离荣耀手机、神州数码等公司正在贷款收购，有深圳市政府牵头的财团。王先生认为靠谱吗？我认为靠谱啊。大家知道万科大股东是谁吗？万科大股东是深圳市政府，所以靠谱。深圳市政府在做这个动作啊。如果你说深圳市政府牵头去买华为手机，我觉得靠谱。深圳市政府在做类似的动作啊，我看一下。观点：民主制度不是最有效的，但是长期以来最稳定。民主使政治斗争表面化，国家运行制度化，避免人为因素造成的不稳定，比如宫廷政变。
因此英美国家才能稳定运行100多年，仍然辉煌，远比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更替强。那当然这个没有疑问啊，这是结论，这是常识啊。民主制度当然不是最有效率，你要统一思想，你要不是统一思想，你要建立共识啊，达成共识，那就要大量的妥协和调整。那么妥协跟调整才能照顾大部分人的利益，甚至照顾小部分人的利益，这民主制度的要义啊。那么如果你说我一拍板一刀切，服从大局，其他人全部牺牲，我只要这个结果，那当然可以，效率很高，不用妥协，不用协调。那你永远要希望不是那个被切掉的那部分，这就是专制和民主之间的差别啊，就是那5%，我经常讲打击那5%，集权政权永远打击那5%啊。提问王老师好，从19年6月开始听您的节目，一直赞同您的观点。原来也是留学生，留学多年，后来回国工作多年，遇到很多社会乱象，感到迷茫。后来听了您的节目，才茅塞顿开，恍然解惑。这就是中国。我想问一下，下届美国大选，原来在美国听学哥说一句话，一般总统连任是大概率，因为掌握天时地利人和，是政治常识，是这样吗？基本上是这样，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现代政治的进程当中，美国总统连任的概率是比较高的。当然原因是因为第一个4年，我觉得更多的是因为美国人开始慢慢觉得总统在他的第一任4年当中还没有完全把他想做的事情全部做完，那么再给他一个任期，把他该做的事情做完，可能是更多的想法是这个啊。那你说的天时地利人和也是一个方面啊，好吧 ？OK， 明谢一下 Crane， 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